师傅，反正你也还没有娶妻，不如就娶了徒儿。家养的媳妇儿总比野生的媳妇儿要好，徒儿能帮你杀人，也能替你挡箭，还能给你暖窗。师娘这个位置，不如也让徒儿自己当吧。今天是我的8岁生辰，但是这一天我也失去了好多东西。我失去了高贵的身份，也失去了爹娘，更是失去了一个名为家的东西。因为我不是爹娘的亲生女儿，所以他们都抛弃了我。我不想死，我要活下去，我要活得比他们都好。我还活着，真好。你是神仙？神仙哥哥，你是来救我的吗？我不是神仙。那你会救我吗？你拜我为师，我便救你。师傅，你昏迷了7天的时间，身上的伤已经无大碍，不过手臂上的杀伤可能会留下疤痕。你叫什么名字？我没有名字。你以后的名字就叫做云溪，白云的云，溪水的溪。师傅叫什么名字？荣兰。师傅在上，请受徒儿一拜。师傅，我已对你行了拜师之礼，从今往后，你便是我的师傅，也是我唯一的亲人。3天后，我会亲自教你武功。师傅，你为何会收我为徒？想收徒便收徒，何须理由？那师傅以后还会有其他的徒弟吗？不会，徒弟有1个便足够了。为师喜欢听话的徒弟。如果你做了对不起为师的事，哪怕你逃到天涯海角，为师也会杀了你。徒儿对天发誓，若是徒儿今后做了对不起师傅的事，那就让徒儿死无葬身之地，永世不得超生。记住你今天说的话。今日之事，徒儿定然此生不忘。手伸出来。是师傅。继续练。师尊好香啊！希儿，你最近为何总是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为师？师傅要听真话吗？不许欺瞒为师。当然是因为师傅好看啊！莫要胡闹。师傅，这是徒儿的由衷之言。在这个世上，没有人配得上师傅的角色。你该练功了。师傅，今天是徒儿的休息日，难道你忘记了？师傅，徒儿能问你一个问题吗？师傅，你有喜欢的人吗？没有。那师傅觉得徒儿怎么样？比猪要勤劳一点。师傅，你是不是对徒儿有什么意见？是，你最近偷懒的次数是越来越多了。师傅想知道为什么吗？懒惰便是懒惰，不必找借口。师傅，你真是一点也不懂女儿家的心事。为师是男子，为何要懂女儿的心事？师傅，你真是一点也不懂女儿家的心事。为师是男子，为何要懂女儿的心事？唉，师傅，看来你是一个不懂得怜香惜玉的人。不过没关系，就算你一直冷着脸，应该也会有无数女人想要嫁给你的。你是不是想要一个师娘？不是，师傅，我是真的不想要师娘。师傅，你要明白一个道理，师娘那种东西根本就配不上你。师傅，徒儿的年纪已经不小了。难道你想要嫁人了？不过你这些年来从未离开过仙云庄，若是你要嫁人的话，师傅，你真的放心徒儿嫁给其他男人吗？放心又怎样？不放心又怎样？总不能因为为师的不放心，就让你嫁给茂叔吧？师傅，你不要总是语出惊人好不好？既然你不喜欢茂叔，小姐，你为何叹气？她想要嫁人了。啊？何事？主子，有客求见，来自奉天城。知道了。来人是谁？算是主子的亲人吧。原来师傅还有亲人啊！师傅，你怎么从来不跟徒儿提起你的亲人？是不是觉得徒儿不配？是你没问为师。徒儿知道师傅不喜欢别人打听你的私事，所以徒儿便没问了。但是这种事，师傅明明可以主动与徒儿说一下的。没兴趣说。
师傅，我能不能跟你一起去见你的亲人？就算为师不允许，你也会偷偷的跟过去。小姐，走吧。茂叔，师傅他还有多少亲人？若说血亲的话，现在我也不太清楚。小姐，你可能还不知道，主子的身份可是很尊贵的。有多尊贵？见到皇帝都不用行礼。小姐，你要记住，主子的身份很特殊，就算是皇帝，也得要对他恭恭敬敬的。所以你千万不能给主子丢脸。主子是苍兰国皇帝的亲叔叔，以主子的辈分，加上主子的特殊身份，自然不用向皇帝行礼。师傅他有这么老吗？我记得当今皇帝的年龄已经接近40岁了，师傅是皇帝的亲叔叔，那师傅的真实年龄，只是没想到师傅居然已经是一个老爷爷了。不过没关系，我是不会嫌弃师傅老的。师傅，反正你也还没有娶妻，不如就娶了徒儿。家养的媳妇儿总比野生的媳妇儿要好，徒儿能帮你杀人，也能替你挡箭，还能给你暖窗。师娘这个位置，不如也让徒儿自己当吧。小姐觉得主子很老吗？师傅的容貌看起来大概是在弱冠之年吧。我一直以为师傅最厉害的乃是他的武功，但我今天才知道，原来师傅最厉害的是驻颜之术。师傅不是孤儿，我才是真正的孤儿。师傅，皇叔祖，这位姑娘是我的徒弟。师傅，他便是你的客人吗？你去收拾一下东西，然后跟为师一起前往奉天城。现在吗？8年前，我是在奉天城郊外的破庙前遇见师傅的。我不知道奉天城离这里多远，当我醒来时，已经在闲云庄了。听茂叔说，我是被师傅用轻功带着回来的。师傅，虽然徒儿是第一次与你出远门，不过你放心，徒儿一定会保护好你的。为师无需你来保护。主子，小姐，我们可以启程了。希儿，上来。好。师傅，刚才的那个人呢？我在出来之时，便已经不见荣泽尘的身影了。为师让他先行离开了。师傅，他是皇帝的第几个儿子啊？他是苍国的太子。那太子来找你做什么？皇帝病危，为师需要回去看一下，能救便救，若是救不回，那也是他的命数如此。需要多久才能到奉天城？大概10天左右吧。需要这么久啊？万一皇帝撑不住死了怎么办？死了便死了，无需过于在意。师傅，那可是皇帝啊！皇帝又如何？死了换一个便是。师傅，皇帝是你的侄子吧？师傅，在前往奉天城的路上必然是风尘仆仆，你老人家可要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子骨。就算你的武功再高强，但你的年龄也已经不小了。为师的身体状态很好，无需你担忧。虽然师傅的身体状态看起来是很好，但徒儿担心师傅也是正常的。看来师傅是不想承认自己年事已高的事实。身为一个乖巧又懂事的徒弟，我以后不能再提师傅的年龄了。你又怎么了？师傅，你还记得你是从哪里捡到我的吗？奉天城郊外的破庙前。那师傅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没有。师傅，你都不关心我的过去吗？没兴趣。师傅，你真的很无趣啊！咱们以后还能好好的聊天吗？那就不要聊了。皇宫乃是皇家圣地，闲杂人等不得来此，还不速速离去！见过荣王殿下。师傅，反正你也还没有娶妻，不如就娶了徒儿。家养的媳妇儿总比野生的媳妇儿要好，徒儿能帮你杀人，也能替你挡箭，还能给你暖窗。师娘这个位置，不如也让徒儿自己当吧。今夜月光绵绵，好似你的眉眼缠住我的。太子殿下，师傅，皇帝好像是中毒了。这位是荣王殿下，他是皇叔祖的徒弟。参见荣王殿下。皇帝明显是中毒了，找师傅回来有用吗？我从来没见师傅玩过药。你们都先出去。皇叔祖，父皇的身体。出去？你们是想皇帝死吗？皇帝是我师傅的侄儿，我师傅总不会害死他的。而且你们的担心分明就是多余的。
这里可是皇宫，你们又是亲眼看着我们进来的。如果皇帝出了什么事，那么我们也是难逃死罪。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便到外面等候皇叔祖的好消息。师傅，需要我帮忙吗？你站在一旁看着。虽然待在这里是挺无聊的，不过看着师傅的绝世容颜，真的好想拿下啊！皇叔，你身上的毒是何人下的？民女见过陛下。你是？他叫做云溪，是我的徒弟。既然是皇叔的徒弟，见到朕便不必多礼了。起来吧。皇叔，其实朕也不知道是谁给朕下了毒，你自己看着办吧。皇叔，那朕身上的毒死不了。师傅还是这么霸气。你的身体太虚了，承受不了我过多的内力。毒素如今只去除了一半，在接下来的10天里，最好让御医先给你调理一下身体。还有，不要让那些人来打扰我。侄儿明白。希儿，我们走。皇帝好没有威严啊，在面对师傅的时候，居然跟我一样怂。师傅的杀伤力果然是很大啊。皇叔祖，父皇他怎么样了？已经醒了。师傅，我们今晚住在哪里？苍兰庄。苍兰庄是太祖皇帝和夫人留给主子的东西，就在奉天城内。而且苍兰庄乃是夫人亲自设计的，只要苍兰国还存在，那么谁也没有资格霸占苍兰庄。以国名而命名的庄子，也只有主子才配拥有。毕竟夫人是太祖皇帝最爱的女人。要是师傅死了呢？就算主子死了，苍兰庄依旧还是属于主子的。主子的名字和主子居住的地方，以及主子在苍兰国的封号，都是极为特殊。这种待遇，连皇帝也没有资格拥有，所以没人可以抢走苍兰庄。可是师傅都已经死了，到时候如果皇帝一定要霸占苍兰庄的话，师傅总不会从棺材里跳出来吧？你很想为师死是吗？希儿，师傅，希儿，师傅，希儿，师傅，嘿嘿，师傅。师傅，您老人家怎么亲自过来了？一到午时，为师不见你出来，还以为你是一命呜呼了。师傅，你这是在诅咒徒儿快点死吗？无碍就快点起来梳洗，今天也不许偷懒。师傅，这些天一直都在赶路，徒儿的身体有点不适，不知能否……你的脉象告诉为师，现在的你至少可以大事2只老虎。起来。师傅还是那么的冷酷无情，完全没有把我当成是女人。师傅，徒儿有一件事想要与你商量一下。如果是偷懒的话，那就不必说了。与偷懒无关，徒儿是想要与师傅商量自己的终身大事。你看上谁了？师傅要帮徒儿抢过来吗？这是你的终身大事，与为师无关。师傅，你就不怕徒儿所嫁非人吗？就算所嫁非人，那也是你自己的选择。不过你若是被虐待致死，看在师徒一场的份上，为师会亲自替你报仇。师傅，你是在看不起你亲自教出来的徒弟吗？为师是有那么一点看不起。师傅，虽然徒儿很想嫁人，但徒儿肯定不会嫁给一个比自己弱的人。所以你想要嫁给谁？我想要嫁给师傅，可以吗？师傅，反正你也还没有娶妻，不如就娶了徒儿吧。家养的媳妇儿总比野生的媳妇儿要好。师傅，你的人生这么无趣，活像一个垂暮的老人。但你娶了徒儿之后，肯定会年轻几岁的。毕竟徒儿是那么的天真烂漫又活泼可爱，总能让你潜移默化。闭嘴！为师终生不娶。啊？莫非师傅是被徒儿给吓到了？师傅，难道你不想传宗接代吗？不想。师傅，既然你不娶徒儿，那么徒儿只好去找其他男人了。所以你能不能给徒儿放一个长假？师傅，这些年来，徒儿一直都与你生活在一起，
根本就没有机会去结识其他男子。徒儿若是不结识男子的话，又如何能嫁出去呢？你就这么想嫁人吗？对。既然如此，那么在你嫁人之前，都不用再练功了。多谢师傅，师傅再见。嫁给其他男人那是不可能的，这辈子我只会嫁给师傅。今天出炉的包子，姑娘，你要的糖花。快让开，都打开，马车失控了！这时候不应该来一个英雄救美吗？为何我会这么狼狈？话本果然都是骗人的。你看着我做什么？我又不是什么英雄，自然不会救美。小姐，你没事吧？你觉得本小姐会没事吗？小姐，我们还是先回府去吧。哼，你叫什么名字？我姓祖，单名一个宗字，你叫我祖宗就行了。你分明就是在占我的便宜。你的便宜有什么好占的？长得还没我好看呢。更何况我刚才应该也算是救了你吧。虽然你现在是摔得比较狼狈，但万一你的马车直接冲到了附近的溪水里去，那个时候的你可能会更加狼狈哦。这位姑娘，请你在说话的时候放尊重一点。我家小姐乃是镇威将军府的嫡二小姐，要是白将军知道二小姐受了委屈，只怕不会善罢甘休。白将军？哪个白将军啊？你居然不认识我爹？哼，你爹又不是我爹，我怎么可能会认识他？夫人，你可千万不要出事。他怎么了？我的肚子好痛。喂，这里有大夫吗？他与本小姐无关。我的马车刚才可没有撞到她的身上去，所以她就算流产了，也与本小姐无关。就算你是将军府的小姐，心思也不能这么恶毒啊！竟然还诅咒我家夫人流产！我家夫人可是定安侯的妻子，要是我家夫人出了什么事，就算你是将军府的人，也逃不了罪责。那个孕妇居然是定安侯的妻子，这个时候不是应该要先找大夫吗？对，大夫呢？让我试一试吧。白大小姐，大姐，你怎么会在这里？恰好路过。夫人，如果你相信我的话，就让我给你把脉吧。夫人是动了胎气，才会出现腹痛的感觉。今日多谢两位姑娘相救，待妾身回府后，定会送上厚礼感谢。夫人客气了。夫人之所以会动胎气，主要原因也是出在我妹妹的身上。我刚才施救，只能算是将功补过。大姐，我的马车根本就没有撞到她。但夫人也确实是因为你的马车而受到惊吓了。明熙，你不要再胡闹了。哼，不知姑娘家住何处？叫什么名字？我叫做云溪。你要是想给我送谢礼的话，那就直接送到苍兰庄去。苍兰庄？苍兰庄不是荣王殿下的吗？你居然敢打苍兰庄的主意，你是不是活腻了？我就是住在苍兰庄里，你若是不信的话，可敢打赌？哼，打赌就打赌，若是你输了，得当街大喊3声我是傻子；反之，若是你输了，你也要当街大喊3声。喊什么？赶紧说！你刚才说大喊3声什么来着？哼，你的耳朵是不是有问题？记住了，输的人要大喊3声我是傻子。要喊什么？我是傻子。好，我知道了。你居然敢耍我！谁让你的脑子笨呢？
想要打我，就算你再练个10年，也不是我的对手。我要杀了你！大姐，你为什么要拦着我？你不是他的对手，而且刚才也是你先动手，就算有错，那也是你有错在先。可是他打了我，我是正当防卫，更何况你可以打我，为什么我不可以打你？别拿身份说事儿，不然吃亏的还是你。就将军府，还不如我师傅一根头发丝呢！竟敢看不起本小姐！我是看不起你的脑子，像你这么低智商的人，其实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你以后离我远一点，不要把你的低智商传染给我。万一我变馋了，师傅掐死我怎么办？我还没有嫁给师傅，到时候肯定会死不瞑目的。瞑目的样子多丑啊！蠢材才会哭。还要打赌吗？要。宁熙，不许再胡闹！大姐，我才没有胡闹，反正我肯定会赢的。既然如此，那就不要再磨磨蹭蹭了，我们直接去苍兰庄的门口。好。既然是要打赌，总得要有见证人吧？妾身见过寿王殿下，都不如我师父好看。云溪姑娘，不知你与苍兰庄的主人是何种关系？寿王是吗？想必你刚才一直都在这里看着，对吗？本王也是刚来不久，正好听到了姑娘的芳名。还真是及时呢。寿王殿下，这个不知从哪里来的野丫头，简直就是嚣张至极，竟然还不知死活的与荣王殿下攀关系。是真是假，看过便知晓。既然大家都想要看热闹，那就一起来。你猜云溪姑娘与苍兰庄的那位荣王殿下会是什么关系？你真的相信她与皇叔有关系？她太自信了，想必是胸有成竹。若她真与皇叔有关系，倒是可以结交。茂叔，你快出来，我有事要找你。师傅，你怎么出来了？为师的腿又没断，怎么就不能出来了？师傅喜欢安静的环境，徒儿也是怕他们会打扰到师傅。而且师傅是那么的冷酷无情，万一他们惹怒了师傅，然后师傅又想要杀人怎么办？处理尸体很麻烦的。说真话。人家就是闯了那么一点祸，想要让茂勋善后一下，谁知道师傅会突然出来的，当众与一个男子如此亲密，简直就是不知羞耻。师傅，他欺负徒儿，师傅，徒儿难受的想要哭。你分明就是在装模作样，刚才你还打了本小姐一巴掌。师傅，是他先动手想要打徒儿的，徒儿是正当防卫。为师曾经教导过你，若是谁敢动手伤你，便直接杀掉。师傅，杀人这种事，我得要先练习一下才行，毕竟徒儿从未杀过人啊。多杀几个人便会习惯的。徒儿记住了。小妹是被家里人给宠坏了，先前多有得罪，还望云溪姑娘和公子不要见怪。听闻皇叔已回苍兰庄，本王想要拜访，不知能否通报一声？我对你的拜访没兴趣，你可以滚了。这位公子还叫什么公子呢？我师父就是你们想要见的荣王殿下。不可能，荣王就是一个老头子，怎么可能会这么年轻？师父，他居然敢对你不敬，不如徒儿替你把他的嘴巴缝起来。我想皇帝陛下肯定不会怪你的。云溪姑娘，你这话说的太残忍了。哼，谁让他对我师父不敬的？还有你们，见到我师父居然也不行礼，分明就是在藐视皇族。他真的是荣王殿下吗？师父，你的身份令牌呢？在为师的房间里，你若想要的话，便自己去拿。师父，等一下。你又怎么了？师父，你就陪徒儿看一会儿的热闹吧。为师不喜欢看热闹。师父，你若是不在的话，他们几个又联合起来欺负徒儿怎么办？
若你真被他们给欺负了，只能说明你技不如人。师傅，你真是冷漠无情，徒儿被欺负了，居然都不帮徒儿。你身怀武功，若真被欺负了，不会自己打回去吗？难道为师教你的武功都跑到狗的身上去了？荣王殿下的身份令牌在此。那位白衣公子竟然真的是荣王殿下，这怎么可能？苍兰庄的主人是我师傅，我住在苍兰庄里也很正常。白小姐，愿赌服输。小姐，这是主子的身份令牌，你拿着吧。师傅不要吗？小姐比主子更需要这个身份令牌，而且这个身份令牌，主子本来就是打算给小姐的。小姐，主子应该是不介意你拿着她的身份令牌到处去玩的。白小姐，赶紧履行你的赌约吧。我是傻子，我是傻子。我不。云姑娘，不管怎么说，白小姐都是一位未出阁的女子，你让她当众这么做，总归是不太好的。想要耍赖是吗？既然你这么心疼她的话，那你就替她履行这个赌约吧。你不要太过分了，这就过分了。你只怕还没见过本姑娘真正过分的样子。云姑娘，大家都是女人，何苦要如此难为对方？若是云姑娘肯放过宁熙，我必会送上厚礼感谢的。依本王之见，云姑娘不如就给白大小姐一个面子吧。如此一来，也算是给了镇威将军一个面子。本王相信他们都会感激你的。本姑娘为什么要给他们面子？真当本姑娘是傻子吗？如果今天换作是本姑娘输了，你们觉得她会放过本姑娘吗？云姑娘，得饶人处且饶人。如果我偏不饶人呢？反正这个赌约必须要履行。如果你们还想要替她求情的话，那还不如直接替她履行赌约。你想要干什么？当然是带你去履行赌约。嘘，你要是不履行赌约的话，我就毁掉你的容貌。你信不信？以本姑娘的实力，绝对能神不知鬼不觉的让你毁容。就算你知道是我干的，但你没有证据，依旧无法拿王法来对付我。白小姐，你是愿赌服输，还是想要毁容呢？你敢？我当然敢啊！你要不要试一下？我数3声，1、2。我是傻子，我是傻子。云姑娘，你很特别。本姑娘也知道自己是特别美，就不必你来提醒了。寿王爷，小女子很是担心小妹的状况，便先行告退了。小姐来得正好，有事？皇帝的寿宴将近，到时候你要与主子一起去参加。你不想去是吗？与师傅一起，当然想啊。其实你不去也是可以。师傅，如果你不带我去的话，那就是等于抗旨了。为师一直都在抗旨。师傅，你修炼的这个武功秘籍，除了有体质要求之外，莫不是还要自宫？为师一直都在抗旨。师傅还能活到现在，倒真是令人感到意外。小姐，你是不是太小看主子了？师傅有兵符吗？没有。难怪那个什么硕王爷一点也不尊敬师傅。小姐，主子一人便可敌千军万马，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兵符。主子的武功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就算是面对数十万的兵马，依旧能全身而退。主子一挥手，就能摧毁整座苍兰庄。
师傅，你有这么变态吗？等你的武功达到为师的境界后，你可以去试一下是否真有这么变态。为师不会阻你，但你打不过的时候，也不会去帮你的。那我的武功什么时候才能达到师傅的这般境界？下辈子吧。小姐，主子的武功之所以会那么变态，那是因为他修炼的武功秘籍很与众不同。师傅能教我吗？不能。为什么？因为女子不能修炼。这是性别歧视。这不是歧视，而是绝世神功真的不能让你修炼。其中之一的原因，便是男女之间的体质问题。要是你修炼了，会直接死亡。有话就直说。师傅，你修炼的这个武功秘籍，除了有体质要求之外，莫不是还要自宫？小姐，你不要瞎想，主子现在还是一个完整的男人呢。那以后呢？主子会一直是个正常的男人。希儿，为师突然想要检查一下你的武功。师傅，你真的不是趁机想要打我一顿吗？为师检查你的武功，也是为了你好，顺便看一下你有没有走火入魔的迹象。这么神仙般的师傅，但愿真的没有自宫吧，不然就是暴殄天物了。跟为师出来。但愿师傅会手下留情吧。被师傅揍了那么多次，我还是没有习惯啊。每次都是痛苦并快乐着，死是不会死，但浑身酸痛的感觉也是不好受。师傅莫不是恼羞成怒了？其实也不是没有可能。师傅太过清心寡欲了，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明显不正常啊。莫非师傅为了练功，真的自宫了？小姐，你没事吧？我没事，但我觉得师傅应该是有点事。主子能有什么事？唉，师傅真是太可怜了。小姐，你到底在说什么？我完全听不懂。茂叔，师傅修炼的功法叫什么？绝世神功。我知道是绝世神功，但它叫什么名字？就叫做绝世神功。好敷衍的名字。小姐，你该不会是想要去偷主子的绝世神功吧？哼，我是那种人吗？就算我成功偷来了，也修炼不了啊。小姐明白就好。是否自宫，一摸便知。老子不是采花贼，老子是杀手，就是专门来杀你的。哼，废话少说，本姑娘就是要你断子绝孙。合欢散。是否自宫，一摸便知。师傅，徒儿知错了。错在何处？徒儿不该对师傅不敬。你说谎。反正只要是师傅生气了，那都是徒儿的错。为师没有生气。师傅，你又不坦白了。师傅，这一撮儿徒是诚心认错的，都把认错用的茶端过来了。为师不渴，你自己喝。这是徒儿认错用的茶，若是师傅不喝的话，那便是不打算原谅徒儿了。你喝下去，为师便原谅你。喝完茶后便出去。我与他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这个时候，师傅应该在洗澡，洗澡肯定不穿衣服，这样我就可以趁机探查一番了。
剑打一流之境，出手如此狠辣，倒像是邪派中人。你是何人？为何要进苍兰庄？莫不是觊觎我师父的美貌？老子是男人。哼，男人又怎样？你肯定是采花贼，然后觊觎我师父的美貌，当真是该死！老子再说一遍，老子不是采花贼，老子是一个正常的男人。解释就等于掩饰。你这个该死的采花贼，敢打我师父的主意，本姑娘今晚就让你断子绝孙！老子不是采花贼，老子是杀手，就是专门来杀你的。哼，废话少说，本姑娘就是要你断子绝孙！师父，刚才有个采花贼来觊觎你的美色。胡说八道！刚才那个家伙死了没？死不了。师父不去追吗？没兴趣。唉，到底什么东西才能引起师父的兴趣呢？师父，那个家伙真是杀手吗？为什么连我都打不过？难道杀手都是这么弱的吗？不是杀手太弱，而是你太强悍。那是因为教导有方。没想到龙王武功那么高，情报有误。这是我有史以来最尴尬的一次行动。连暗煞阁的杀手都奈何不了他吗？师父，你觉得徒儿美吗？虽然天天都能见到师父，但还是很容易被师父惊艳的。师父，徒儿有个小小的愿望，不知师父能不能满足徒儿？先把你的愿望说出来。师父，你能不能亲自教我弹琴？不能。师父，你肯定又在嫌弃徒儿了。你知道就好。听你弹琴，为师可能会减寿10年。希儿，与弹琴相比，你还是更适合练功。师父，其实你可以亲手教我的，比如你握住我的手，然后慢慢的教我正确的弹奏指法。以你的资质，就算为师亲自教你10年，你也学不会。与其在这方面上浪费时间，倒不如先把你的轻功练到出神入化。要是为师哪天想要杀你的话，说不定你还能依靠你的轻功逃过一劫。无事的话，便不要来打扰为师。你说你想要嫁人，为师也答应给你放假了。如今你要做的，便是找到一个合适的意中人。万一找不到怎么办？如果嫁不出去的话，那就跟为师回仙云庄去，永远都不许再离开。好啊，就算要嫁人，我也只会嫁给师父。只可惜师父现在似乎还不明白。师父，徒儿还有一个问题，你到底多少岁了？此事很重要吗？也不是很重要，就是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师父的外貌看起来只有弱冠之年，但师父的真实年龄肯定不会是在弱冠之年的。对于这个问题，徒儿一直想不透。那在你的猜想之中，为师是多少岁？师父的年龄肯定不会比轩辕帝小，毕竟你是轩辕帝的叔叔。徒儿猜测，师父的真实年龄应该是在40岁左右。我父亲35岁成为苍兰国的开国君主，他47岁的那一年便是我出生之时。52岁退位让太子登基，当时的太子已有32岁，只不过他是一个短命皇帝，在即位4年后便中毒而亡了。接着就由现在的轩辕帝的陆来上位，而当时的轩辕帝也已经有20岁了。根据师父所言，轩辕帝登基为帝的时候，师父才9岁，而轩辕帝即位至今已有17年。那么师父的真实年龄居然只有26岁。还有什么问题吗？
该是没什么问题了。我只是没想到师傅的父亲竟然是宝刀未老。师傅啊，我以后就不再称呼你为老人家了，毕竟你看起来是真的很嫩。师傅，你觉得徒儿美吗？在为师的眼里，你与周围的竹子没什么两样。师傅，徒儿的身材那么丰满，怎么可能会与那些干瘪的竹子没什么两样？你分明就是睁眼说瞎话。为师不喜欢说谎。如果师傅是大魔头的话，那么我愿意当师傅手中的一把屠刀。师傅，你除了会打击徒儿之外，还会干什么？为师还能当你的陪练，你要吗？等，师傅不懂得怜香惜玉，徒儿也不喜欢师傅这个陪练。敌人是不会对你怜香惜玉的，对敌人的仁慈，便是对自己的残忍。为师还是希望你能凶残一点。师傅，难道徒儿还不够凶残吗？不够。比如你之前遇到的白宁熙，如果换作是为师的话，为师会直接杀掉他。师傅，你怎么会知道那个女子的名字？师傅不是什么都不关心吗？为何现在会从他的口中听到一个女子的名字？茂叔告诉我的。茂叔真是八卦。师傅，若是我杀了白宁熙，那他爹肯定会来找我麻烦的，到时候又该怎么办？那就把他爹也杀了。可是他爹曾经是我的养父啊。那就打断他的腿吧。师傅，万一我下不了手怎么办？莫非你想要让为师替你动手？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的话，师傅会帮我吗？这要看为师的心情。你当年是被他们赶出去的吗？师傅，你肯定有对我的身世做调查，对不对？其实你也是很关心我的，但你这个人就是喜欢口是心非，所以才一直不承认。你想多了，为师只是在猜测而已。那师傅现在是想要关注我的私事了吗？说与不说，都随你。在8岁之前，我是镇威将军府的大小姐，但在我8岁生辰的那一天，真正的大小姐回来了，所以我就从原来的官家小姐变成了一个没人爱的孤儿。你被抛弃的原因，便是这个吗？他们还说我的亲生父母是山贼，当年也是我的山贼父母故意调换了双方的孩子。或许他们说的没错，我的父母就是山贼，所以我的性格才会这么像土匪。土匪便土匪吧。所以师傅是没有嫌弃我的出身，对不对？为师的身份不比土匪好到哪里去。师傅，你不必为了徒儿而贬低自己。为师不是在贬低自己，而是大家都这么认为。他们都说为师是一个大魔头。我的师傅是一个只能被仰望的神仙，那些说师傅是大魔头的人，肯定都是在嫉妒师傅的美貌。如果师傅是大魔头的话，那么我愿意当师傅手中的一把屠刀。为师在杀人之时，从不用武器。师傅，你这个时候不是应该要觉得感动才对吗？为师从不知何为感动。这一次朕能轻易得救，多亏了皇叔相助。这一次算你走运，要是碰上我心情不好的时候，那你还是等死吧。身份地位和权力，皇叔都已经拥有了，朕也不知该如何报答皇叔的恩情。皇叔能否告知您想要什么东西？我不要什么东西，不过你可以把这个恩情记在我徒弟的身上。既然如此，那么朕便封他为安宁郡主，如何？你自己决定就好。唉，
我这个皇帝在荣王的面前真是一点威严都没有了。但谁让这个人是我的皇叔，辈分比我还要高呢？太祖皇帝离世前曾立下一份遗嘱，若后代皇帝对荣兰不利，荣兰可直接更换皇帝。说来也是奇怪，当年的太祖皇帝突然领了一个孩子回来，说是他的儿子，这个儿子便是荣王。据说荣王是太祖皇帝最爱的女人所生，因此太祖皇帝给荣王的权力，让皇帝都忌惮不已。虽然荣王不是皇帝，但地位权力却胜过皇帝。幸好荣王向来不喜欢争权夺利，还一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否则我的皇位只怕也是坐不稳。然而除了身份地位，我最惧怕的还是荣王这个人。外人所不知道的是，在荣王面前，千军万马根本就是不堪一击。荣王的武功堪称变态，早已超出正常人的极限。父皇，你的身体现在怎么样了？皇叔已替朕将毒素都驱除干净，再调养一段时间，朕的身体便能恢复到以前的状态。恭喜父皇。父皇为何叹息？你觉得你的皇叔族怎么样？皇叔族很厉害。那你可知皇叔叫什么名字？皇叔名为荣兰。皇叔一出生便站在权力的巅峰，但最可怕的还是皇叔本人。你是苍兰国的太子，也是苍兰国未来的皇帝。朕如今便提醒你一句话：千军万马不敌皇叔一人。你得罪谁都行，但千万不能得罪皇叔，否则就连父皇也救不了你。父皇，皇叔祖他真有那么可怕吗？他比你想象中的更可怕，他能直接换一个皇帝。你只需记住，今后就算是与丞相和大将军为敌，都不要去得罪皇叔。儿臣明白。太子妃的位置还空着，你觉得皇叔的徒弟怎么样？父皇是想要让皇叔祖的徒弟来当儿臣的太子妃吗？如果你能得到皇叔的支持，那么你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将其他皇子踩在脚下了。儿臣会努力的。你亲自带着这道圣旨前往苍岩庄。儿臣遵旨。太子殿下，小姐如今正在生闷气，等会儿你要是见到什么不太好的画面，还请不要见怪。安宁郡主为何生闷气？因为主子早上进宫的时候没有带她一起去。那安宁郡主在生闷气的时候，都会做些什么事？太子殿下，等会儿等自己看一下就知道了。小姐，太子殿下带着皇上的圣旨来找你了。哦，圣旨上写了什么？我好像也没得罪过皇上，应该不是要砍我的脑袋吧？先前父皇病危，多亏有皇叔祖相救，现在才得以康复。但皇叔祖什么都不缺，父皇也不知拿什么回报皇叔祖，于是便按照皇叔祖之言，将此恩情记在云溪姑娘的身上。于是父皇就下旨册封云溪姑娘为安宁郡主。恭喜小姐成为安宁郡主。师父知道此事吗？皇叔祖是知道的。今早皇叔祖在离开皇宫之前，父皇便已经与皇叔祖商量过了。太子殿下，请你把圣旨给我吧。还好没有外人，这女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小姐，不要吃太多的西瓜，万一吃坏了肚子，最后难受的也是你自己。冒珠，我是在化悲愤为食欲。小姐，你何苦为难自己呢？谁让师父丢下我一个人在这里？小姐，主子是有去叫过你的，但谁让你自己睡得跟死猪一样？
皇侄孙见过皇叔祖。师傅，徒儿好像吃坏肚子了，你能不能过来心疼一下徒儿？安宁郡主，你要不要先找个大夫看一下？师傅就是最好的大夫。皇叔祖，你的医术那么好，赶紧去给安宁郡主看一下吧。死不了。师傅，你的心好狠啊！师傅，你就不能怜惜一下徒儿这朵娇弱的小花吗？你是想要为师当你的陪练吗？师傅慢走，徒儿有事要先出去一趟。这位太子殿下还是太过单纯了。你跟着我做什么？安宁郡主刚来奉天城不久，想必对奉天城的一些习俗和情况都还不是很清楚。姑如今正好有空闲的时间，不知是否有幸给安宁郡主解惑？太子殿下，我这个人向来不喜欢拐弯抹角的说话，你若是有什么事的话，不妨直说。既然安宁郡主喜欢坦白一点，那么姑便直说了。其实是父皇让我来追求安宁郡主的。父皇的意思是想要让安宁郡主当姑的太子妃。不知安宁郡主对此有什么想法？你们还是死心吧，我把你当侄孙，结果你却想要娶我。安宁郡主是否已有意中人？有啊。不知是何人能得到安宁郡主的厚爱？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反正不要随便给我乱点鸳鸯谱，我已心有所属，除了他外，绝对是不会给其他人的。谁敢对我的婚事指手画脚，我就一剑劈死谁。师父说了，我若是不敢杀人的话，便不配当他的徒弟。只怕是要辜负父皇的希望了。不过本姑娘倒是不介意殿下给我说一下在奉天城里发生过的各种趣事。好，走吧。不知安宁郡主想要听什么趣事？奉天城最受欢迎的人是谁？应该是穆京月。穆京月是谁？穆京月是奉天城的10大美男之首。那与我师父相比又如何？那自然是皇叔祖远胜于穆京月。那我师父为何不是10大美男之首？那是因为皇叔祖长期没有居住在奉天城，而且见过皇叔祖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在他们的想象之中，估计也是一个垂暮老人吧。不瞒你说，曾经我也以为师父是一个老人家，但是后来，我要这个。太子殿下，你在10大美人之中排名第几？才第3名啊！太子殿下，没想到你会在这里。师父，我叫云溪。师父唯一的妻。太子殿下，近来可好？多谢皇叔的关心，姑很好。没想到太子殿下竟然会认识皇叔的徒弟。上次一别，本王对安宁郡主也是颇为挂念。上次一别后，本郡主还以为硕王殿下会更挂念镇威将军府的白大小姐和白二小姐呢。你今天倒是很漂亮，比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要好看那么一点。虽然你还是不如本公子美。你到底是有多堕落，才会与一个女人比美？哼，难道本公子不美吗？你美，只是在我的眼里，你美得不够明显而已。穆兄，你注意一点形象，大家都在看着你呢。哼，本公子不与眼瞎的人一般见识。等我师父出来之后，你就等着哭吧。你放心，等你师父出来之后，本公子肯定会敬老尊贤的。毕竟敬老尊贤乃是我们苍兰国的传统美德之一。荣王驾到！来了，师父来了！你过分了，居然敢这么粗暴地对待我美丽的头发，我真想……雨落尽掉在谁的心中？吹起一支支
我的第一美男称号没了。师父看过来了，师父肯定是在看我，师父对我果然是与众不同的。这一杯酒乃是侄儿敬皇叔，感谢皇叔在侄儿病于病危之时出手相救。本宫听闻皇叔有一位徒弟，前不久皇上还将其册封为安宁郡主。朕也见过皇叔的徒弟，他是一个好孩子，漂亮又聪慧。安宁郡主应该是已到7年，不知可有婚配？皇后娘娘，虽然我还没婚配，但我已有一个意中人，此生非他不嫁。不愧是皇叔的徒弟。安宁郡主与其他女子相比，倒是显得很与众不同。朕很欣赏安宁郡主的坦白。都是师父教的好。不知云溪的意中人是何人？朕或许可以你赐婚。本宫也很想知道是谁取得了安宁郡主的欢心。这个问题，你们还是问我师父吧。皇叔，若是安宁郡主有意中人的话，朕可以替他们赐婚的。师父啊师父，你会如何回答呢？他的婚事由他自己做主，与我无关，也与旁人无半点的关系。师父，我叫云溪，师父唯一的妻。武殿下，云溪想要当你的皇子妃。我一直都很喜欢武殿下，姐姐想要嫁给太子殿下，但我只要武太子就好。白二小姐，你怎么还不从武殿下的身上起来？太子哥哥，快救我啊！臣弟不喜欢这个女人。男女授受不亲，安宁郡主，能否麻烦你一下？好啊。皇侄子见过皇叔祖。你们刚才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本想离开皇宫的，但在途中碰见了白二小姐，她喝醉了，见到我就猛扑过来，当时脚下便是台阶，被她这么一下，于是我就站不稳，与她一起直接从台阶上面滚了下来。在这件事上，我就是一个受害者。这件事，云溪妹妹，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里来了？大姐，我真的不是故意的。见过太子殿下。白大小姐，你知道你妹妹刚才说了什么话吗？你没事吧？白大小姐，你是不太清楚刚才发生了什么事，直接说可能也说不清楚，不如本郡主亲自演给你看吧。好啊。师父，徒儿要借你一用。我长得这么美，你怎么舍得不要我？你比我师父差远了。你是应该要注意一点，毕竟男女授受不亲。对，但云溪的师父也是一个男人啊。人家是师徒，你又是云溪的什么人？武殿下，宁熙想要当你的皇子妃。我一直都喜欢武殿下。师父，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为何要有反应？我是因为喝醉了，大姐，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对不起。白大小姐，你刚才看清楚和听清楚了吗？那个女孩应该是真的被烧死了吧？白大小姐，你在想什么呢？莫非是在想着要怎么嫁给太子殿下？太子殿下英俊潇洒，才华横溢，小女子爱慕于他，不是很正常吗？虽然是挺正常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太子殿下他不喜欢你。刚才在皇上的寿宴上，安宁郡主敢在无数人的面前坦言自己有意中人，
这种勇气实在是令小女子感到敬佩，所以小女子也想告诉太子殿下，其实小女子爱慕太子殿下已久，太子殿下便是小女子的意中人。姑也已有意中人，还请白小姐以后不要再在姑的身上浪费时间。自古以来，男子3妻4妾乃是最正常不过。小女子心悦于太子殿下，难得遇见如意郎君，又岂能轻易的放弃？所以你是想要当太子殿下的小妾吗？只要能待在太子殿下的身边，就算只是当一个小妾，小女子也甘愿。师父，如果徒儿给别人当小妾的话，你会如何做？逐出师门。为何是逐出师门？若是你给别人当小妾，那只能证明你是眼瞎，而为师不喜欢眼瞎的徒弟，所以只好将你逐出师门了。为师不想插手你的婚姻之事，但你如果找了一个妻妾成群的男人，那么为师必然会将你逐出师门。师父放心，徒儿的意中人绝对不是那种妻妾成群的男人。要是有哪个妻妾成群的男人想要娶徒儿，那么徒儿必定会打断他的狗腿。如此才配做我的徒弟。师父你尽可放心，毕竟徒儿可是按照你的标准去找夫君的。你笑什么？如果你真的按照荣王殿下的标准去找夫君的话，那么你这一辈子都嫁不出去了。她若是嫁不出去，我可以养她一辈子。师父，你真好。师父，我叫云溪，师父唯一的妻。姑还有事，便先回东宫去了。太子哥哥，等等我啊！这身形怎么有些熟悉？安宁郡主，你还有什么事吗？采花贼，老子不是采花贼。你这是怎么了？为何突然打起来？在不久前，有一个变态采花贼在半夜的时候闯入苍兰庄，明目张胆的觊觎我师父的美貌。只可惜我实力不济，让他给跑掉了。刚才看见五皇子的背影，便觉得有几分熟悉，于是就想要试探一下了。结果呢？真是不好意思，其实是我误会了。毕竟那个采花贼武功可没这么弱，只怪五皇子的身影与那个采花贼太过相似。这个误会太可怕了。是啊，都把五皇子给吓到，差点腿软了。所以为了给五皇子赔礼道歉，还请五皇子明天到苍兰庄来，我必定会好好的招待五皇子一番的。这就不用了，我已经感受到安宁郡主的歉意了。不，你一定要来，不然本郡主会感到很内疚的。明日到苍兰庄。是。师父如茶，需细品。反正师父的徒弟永远都只是我。主子，前面有人故意拦路。在奉天城这里，以师父的身份和地位，有谁敢拦我们的去路？荣兰，本座知道你在里面，出来与本座斗一番。对方居然还知道师父的名字，师父，他是谁啊？幽望尘。没听说过。幽望尘是暗煞阁的阁主，江湖中人人得而诛之的杀手首领，最大的兴趣便是让主子揍他。他的脑子莫不是有病？外面的那位大叔，我要纠正一下你的话。其实我师父没有躲起来，只是你的运气不好，找不到我师父而已。所以你找我师父多年的事儿，只能怪你自己。本座还不算老，不准再称呼本座为大叔。那你多少岁了？哼，你还没资格知道本座的年龄。师父，你知道吗？为师对他的事没兴趣。本座找了你那么多年，你居然就这样对待本座！你找我，那是你的事，与我无关。哼，反正你今晚必须要与本座打，否则本座就杀了你的徒弟！你简直就是蛮不讲理！本座向来都是蛮不讲理的，难道你师父没有告诉过你吗？大叔，我师父刚才都已经说了，
他对你的事没兴趣，所以怎么可能会将你是如何蛮不讲理的事还告诉我？本座只比你师傅大几岁，还不算是大叔。你居然才比我师傅大几岁，真是看不出来啊！这话是什么意思？光是看外貌的话，我还以为你比我师傅大10多岁呢。我的外貌看起来有这么老吗？我累了，回苍兰州。师傅，暗煞阁是不是很厉害？为师不想说话，你去问茂叔。暗煞阁乃是江湖上排名第1的邪派，虽然也算厉害，但还是比不上主子的势力。那师傅又怎么会与邪派势力的人扯上关系呢？不是主子与邪派势力有关系，而是邪派势力的首领一直在寻找主子。在主子10岁的那一年，幽望尘还不是暗煞阁的阁主，但他却接了一个杀主子的任务。那师傅有受伤吗？主子怎么可能会受伤？当年只有10岁的主子，只用了10招便将幽望尘给击败了。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幽望尘便一直追着主子跑。师傅好厉害！不过自从幽望尘被主子打败之后，他便一直约主子到凤鸣山去决斗。主子总共与幽望尘打了9次，但幽望尘每一次都被主子揍得很惨。师傅，我叫云溪。师傅唯一的气。那个，我想要问一下，安宁郡主的性格如何？小姐的性格温柔又善良。你真的不是在睁眼说瞎话吗？五皇子，难道你是觉得我家小姐不温柔也不善良吗？在我家主子的眼里，小姐姐就是温柔又善良。小姐，五皇子来了。你总算来了，我都无聊到有些发慌了呢。以安宁郡主的身份，如果想要找玩伴的话，定然会有很多人愿意陪安宁郡主玩耍的。那些人都太脆弱了，经不起本郡主的折腾。其实我也很脆弱。你要是真脆弱的话，那么你就不会跑来苍阳庄暗杀本郡主了。你过来，你就放心过来吧，我又不会吃了你。你为何要杀我？我不能说，这是规矩。哦，看到湖里的那些鱼了吗？我想要吃烤鱼。如果安宁郡主想要吃烤鱼的话，可以吩咐下人去做。苍兰庄里没有下人，厨房也没有准备好的活鱼，所以就麻烦五皇子帮我到湖里去捉鱼了。我可是苍兰国的五皇子，若是跳到湖里去捉鱼的话，岂不是有失皇家的颜面？半夜跑到别人家来当采花贼，难道就不有辱皇家的颜面吗？都说过多少遍了，老子不是采花贼，说老子是采花贼，简直就是对老子的一种侮辱。老娘说你是什么，那你便是什么。别以为你是皇子，老娘就会怕了你。蛮不讲理又无理取闹，你色胆包天又纵欲过度，胡说八道。你脑子有病。你才脑子有病。见令牌如见我师父，你敢违抗我师父的话吗？五皇子，还不赶紧到湖里去捉鱼？算你狠！没想到我堂堂的一个五皇子，居然混得这么惨。师父，你害我不浅了。龙兰，你给本座出来，不然本座就杀了你徒弟。师父。小兔崽子，你莫不是要在这里洗澡？我是被他给踢下来的。真没用，以后出去行走江湖，不要说你是本座的徒弟。以师父您的身份，我也不敢说。原来你是这位大叔的徒弟啊！你是眼瞎的吗？不准再称呼本座为大叔。本座的模样看来也没比你师父大几岁。我没眼瞎，师父说你是老不死，那么你便是老不死。
真是荣曼说的吗？大叔，你仔细的想一想，我有必要骗你吗？荣兰居然把本座说的这么好，她肯定是在嫉妒本座的身材比她好。这种理解能力也是挺强大的。幽望尘，你很烦。师父，徒儿就要死于贼人的手里了，在徒儿临死之前，你能不能答应徒儿一件事？徒儿在临死之前。师父好香，师父的怀抱好温暖。滚一边去！女人站在本座的身边，只会影响本座出剑的速度。荣兰，动手吧！这一战，你若是败了，那么便告诉我，到底是谁想要杀我徒弟？好。要不要来打一个赌？不要。如果你赢了，我便不再追究你之前暗杀我的事；反之，若是你输了，那么就要当我的奴仆，时间为1个月。好，不过要赌什么？就赌他分谁会胜出。当然是我师父会胜出。你对你师父还真是有信心。那是当然的，我师父可是江湖上的第1大魔头，人人见了都想杀，但却又不敢杀。难怪他长得那么面目可憎。小鹏子，你现在的样子比之前还要狼狈哦。不过身为一个练武之人，你的反应竟然这么慢，本姑娘不得不怀疑你平日在练功的时候是不是经常会偷懒。这个该死的女人，嘴巴还真是会气人。你输了。师父真厉害，师父是最棒的，徒儿最爱师父了。恭喜师父打败了大魔头。师父辛苦了。是谁让暗煞阁的人杀我徒弟？暗煞阁的规矩，其中一条便是不允许透露买主的信息，否则杀无赦。暗煞的规矩是本座制定的，而本座就是暗煞阁的规矩，难不成本座还要杀了自己不成？说起来，想要取你徒弟性命的人，还是出自你们荣氏皇室。是谁？就是你们荣氏皇室的二皇子。你是怎么得罪我二皇兄的？我怎么知道？在进宫之前，我都不知道哪一位是二皇子呢。那就奇怪了。荣兰，不如我们结为亲家吧。俗话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不如就由你我决定，让你的徒弟和我的徒弟成婚吧。我不许！不要以为你是大魔头就可以来破坏我的伟大目标。你一个臭丫头，能有什么伟大目标？说出来吓死你了！本姑娘的伟大目标就是给自己当师娘。皇叔祖可是你的师傅，你怎么可以有乱伦的想法？简直就是……师傅，你为何要打我？师徒又怎么了？难怪你打不过荣兰的徒弟，就你这迂腐的想法，光是格局就已经比人家要小很多了。大叔，你是第3个支持我嫁给师傅的人。咦，本座居然不是第1个。除了真娘和冒徒之外，目前也就只有你支持我嫁给师傅了。呵呵，臭丫头，本座倒是有一个方法，或许可以让荣兰娶你。赶紧说出来听听。生米煮成熟饭怎么样？师傅，你这是馊主意。你该不会真的在考虑这个馊主意吧？这是好主意。如果是其他女人爬上荣郎的床，那么荣郎肯定会将对方直接掐死的。但是臭丫头就不一样了，臭丫头与荣郎有师徒之情在，就算荣郎再生气，估计也不会一下子便打死臭丫头。这个方法好像行不通啊。师傅他那么清心寡欲，就怕我脱岗躺在他的窗上，他也不会有什么感觉。有时候我都忍不住怀疑师傅的身体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呢？你是一个女子，
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闭上你的鸟嘴！本姑娘想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与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当年本座的脑子肯定是出了一点问题，才会收了这么一个迂腐的蠢货做徒弟。本座喜欢你的胆大妄为，如果你真的特别想要得到荣劳的话，其实也不是不行。本座可以给荣劳下点让他身体无法抵抗的药，到时候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反正横着吃还是竖着吃都随便你。下药绝对不行。你不是想要得到荣蓝吗？这是最快速又简单的方法，而且本座愿意出手帮你，那也是你的荣幸。我要是真这么做了，师父肯定会恨我一辈子的。哼，胆小鬼！虽然我是想要得到师父的人和师父的心，但是给师父下药这种下三滥的事，我是绝对不会做的。本座不想理你们了。师父，你能不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师父的容貌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变过？为师曾服食过一种药，那种药会限制人的生长，容颜会一直保持在弱冠之年。那是什么药？忘记了。师父，你肯定又是在骗徒儿。没有。还有那种药吗？没有。师父，我还是觉得你在骗我，怎么办？那你定当为师是在骗你？师父，当真没有那种药了吗？这个世上已经没有那种药了，但要是能见到我的母亲，或许有办法。师父的母亲不是已经死了吗？那就等她诈尸吧。你今天是怎么了？为何像是一副被抛弃了的样子？你不懂女人的心思。我也不想懂。我正心烦，你给我去捉鱼吃。又是捉鱼？你现在是我的奴仆，没有拒绝的资格。好吧，在捉鱼之前，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想要跟你说一下。什么事？就在昨晚，二皇兄被人给袭击了。虽然二皇兄没死，但是二皇兄的双腿却被打断了。宫里的御医说，除非有奇迹出现，否则二皇兄此生都无法再站起来。莫不是坏事做多了，才会遭受到报复？不是你动手的吗？我都还没想好要怎么报复回去呢。不是你的话，那会是谁？五皇子，我可以给你解答刚才的问题。什么？昨晚主子命我去折断一个人的双腿，算是给他的一点惩罚。不管怎么说，小姐都是主子的徒弟，除了主子之外，谁也没有资格伤害小姐。茂叔，师父是在替我报仇吗？小姐，你只需知道，主子是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我要去找师父。师父，你先别动。师父。小姐，你跑那么快做什么？我怕师父会掐死我。你又干了什么会惹主子生气的事儿？我亲了师父，而且还亲了2次。师父，我叫云溪。师父唯一的妻。为师又不是洪水猛兽，你跑什么？师父，聪明如你，难道看不出徒儿是在心虚吗？你也会感到心虚？当然会啊。你的脸皮很薄，但你说出来的话却为何那么不要脸？师父是不是生气了？如果师父真的生气了，那么徒儿就勉为其难的让你亲回来好了。师父，徒儿建议你亲徒儿的嘴巴，因为徒儿今早在起床的时候忘记洗脸了。主子若是想要惩罚小姐的话，不如来一个双倍的惩罚，直接亲小姐4下，也好让小姐长长记性。茂叔，你的心真是太黑了。师父，你不报复徒儿了吗？主子，你不惩罚小姐了吗？你们都给我滚！师父是不是真的生气？主子的脸皮向来比较薄，小姐你要多担待一下。
师傅现在应该是不会想要看到我的。为了师傅他老人家的身体着想，我还是先出去玩一段时间吧。你们俩还要深情对视到什么时候？呸！你的胆子倒是挺大的，居然敢爬苍兰庄的墙。我这不是怕苍兰庄的人不让我进去吗？你进苍兰庄去做什么？当然是找你啊。你找我有什么事？我们不熟。小美人，你的心可真是够狠的。现在才知道。对了，五皇子怎么也来苍兰庄园了？之前他跟我打赌输了，所以要在我的身边当1个月的奴仆。你堂堂的一个五皇子，居然如此的堕落。他是跟我打赌输了。也只有小孩子才会做这种赌注。你们慢慢聊，我要先走了。不许走，你现在是我的奴仆，我要出去玩。身为奴仆的你，必须要跟在我的身边侍候我。去哪里玩？带上我一起啊！你还没说你是来做什么的呢？反正本公子是不会害你的。你也没本事害我。你千万不要喜欢安宁郡主，因为安宁郡主已经心有所属了。你为什么要对本公子说这种话？莫非你喜欢小美人？我就算是疯了，也不会喜欢她的。本姑娘很满意你的态度。毕竟我还想要长命百岁。奇怪的人是你才对，你接近我，该不会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目的吧？在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本公子便觉得你有一种特别熟悉的感觉。后来本公子回府看到一幅画像，才终于知道那种熟悉感是从何而来的。你与画像上的人长得很相似。那是谁？我娘。我没有骗你，你的容貌与我娘的画像至少也有7、8分相似。可是我没兴趣当你娘啊。我也没让你当我娘，难道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你该不会是想说，我可能是你失散多年的妹妹吧？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唉，你要不要先去我府中看一下我娘的画像？不行。怎么就不行了？他看的是我娘的画像，又不是你娘的。什么你娘的，还有我娘的？画像根本就不是重点。她是一个未出阁的女子，怎么能随便到别人家的府中去？你就不怕皇叔祖会一掌劈死你吗？安宁郡主极有可能就是我的亲妹妹，我的妹妹回自己的家里又怎么了？但是别人还不知道啊。其实我可以爬墙进去的。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好主意。这就是我娘的画像了，虽然没有被我爹挂起来，不过我爹也经常会拿出来看。你要不要去跟皇叔祖说一下此事？你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吗？你们安乐侯府的人有没有与我师父结过仇？这么多年来，荣王殿下一直都没有在奉天城生活，我们安乐侯府的人又怎么可能会与他结仇？如果安乐侯府真的与荣王殿下结仇了，你觉得安乐侯府还会存在吗？他可是皇室之中祖宗级别的人物，连皇帝都不敢得罪，我们可得罪不起。你们与我师父没有仇就好。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当然是回去问师父。不对啊，是你认亲，又不是你。可怜的穆公子，你家小妹就是想要嫁给他的师父啊！等等，如果云溪真的嫁给了皇叔祖，那我以后岂不是要称呼云溪为皇叔祖母？这也太叫不出口了吧！你的思想有点不太对哦。无论师父做什么，他都是对的，而我的思想向来是跟着师父走。这丫头搞什么不好，偏要去搞什么师徒恋？不过似乎真的有点刺激啊！我觉得没要看戏的意思。我先走了。你又干什么去了？徒儿爬墙去了。
师傅，徒儿要告诉你一件事。说话就说话，不要装酷。师傅，你都不先问徒儿要说的是什么事，便认为徒儿是在装哭，真是太伤徒儿的心了。有话直说，为师不喜欢拐弯抹角。穆金月说我可能是他失踪多年的亲妹妹。刚才我爬墙到安乐侯府去，在他爹的书房里看到了他娘的画像，他娘长得还真跟我有点像。他娘比你老，应该是你长得跟他娘像才对。哦，所以我有个问题想要先问一下师傅。师傅，你对安乐侯府的人有什么看法？没什么看法。所以师傅是不讨厌他们吗？不讨厌。那师傅你说我到底要不要去认亲呢？随便你。你就不怕他们会抢走徒儿吗？你会被抢走吗？会。你若是被抢走了，为师也会将你逐出师门。你是已经认亲了吗？还没呢，安乐侯去剿匪了，还没回来。等安乐侯回来后，让他来苍兰庄。师傅，你是不是打算先威吓一下安乐侯，好让他以后都不敢欺负我？为师与安乐侯无冤无仇，为何要威吓？那你让他来苍兰庄做什么？为师是想要问他，如果真要认亲的话，需要准备什么东西？别人有的东西，你一样都不能缺。师傅，茂叔说了，如果我的徒弟被别人给比不下去，那么身为师傅的我也会很丢脸。虽然我觉得他有点小题大做，等为师见过安乐侯后，便将此事交给茂叔去处理。毕竟为师并不懂这些。哦，师傅什么时候回闲云庄？你现在还愿意回去吗？当然愿意，有师傅在的地方才是我的家，师傅去哪里，徒儿便跟着去哪里。如果现在回闲云庄去的话，你只怕会觉得无聊又寂寞。那是因为师傅教的好。徒儿是觉得像师傅这种人，如果徒儿不主动一点的话，这辈子都别想与师傅成亲。要是徒儿打得过师傅，早就霸王硬上弓了。自从为师认识你之后，就没见过你畏缩的样子。还不是师傅你宠出来的。为师不会断绝你的想法，但能不能让为师对你动心动情，那就要看你自己的本事了。那徒儿能不能使用一点比较卑鄙的手段，比如打昏，又或者是下药，直接来一个生米煮成饭？这是谁教你的？有大叔告诉我，师傅觉得怎么样？以后离他远一点。哦。你等会儿见到荣王殿下的时候，最好是收敛一点。怎么了？莫非荣王殿下长得很丑？我长得这么美，你说荣王殿下会不会嫉妒我？哎，就算他嫉妒也没办法啊，毕竟我的美貌是上天恩赐的，实在是难以拒绝。万一荣王殿下因为嫉妒我长得太美而不把女儿还给我怎么办？可是长得美也不是我的错呀。爹，其实，小月儿啊，你说为父该怎么办呢？难道我要跟荣王殿下说，其实错的不是我的美貌，而是你的嫉妒心？主子，小姐，安乐侯与穆公子到了。见过荣王殿下。坐下。长得这么美丽动人，果然是我们穆家的血脉。就这么确定了？乖女儿啊，虽然你是长得不如爹爹好看，但也绝对算得上是奉天城的第一大美女了。除了我们穆家之外，谁还能生得出这么倾国倾城的女子？而且你与你娘长得这么像，我怎么可能还会怀疑你的身份？你看我也没用，毕竟我也找不出有什么疑点。这样子会不会太草率了一点？你在8岁之前乃是镇威将军府的大小姐，但是在你8岁生辰的那一天，镇威将军府真正的大小姐却出现了，然后你就被赶了出去。如果我们能早点将事情调查清楚的话，也许在你被赶出镇威将军府的那一天，便能接你回到安乐侯府了。都是爹爹不好，在你被赶出镇威将军府的1年后，才把当年的事调查清楚。我不怪你们。女儿，你真是太善良和太孝顺了。虽然你不怪爹爹，但爹爹依旧是对不起你呀。其实我不但没有怪你们，
而且还特别感谢你们的迟钝，才让我与师傅有机会相遇。如果没有遇到师傅的话，那么你们可能永远都不会拥有一个女婿和妹夫。女婿妹夫，你居然已经嫁人了？还没嫁人。哦，那就好。好你个大头鬼，本姑娘嫁不出去，你很高兴是不是？爹爹不是这个意思。哼，乖女儿，你是不是已经有意中人了？虽然已有意中人，但人家不肯娶我。到底是哪个没眼光的混蛋不肯娶本侯爷的女儿？本侯爷的女儿愿意嫁给他，乃是他8辈子修来的福分，而他居然还敢不娶，莫不是看不起本侯爷的女儿？简直就是罪该万死！爹，你先别冲动，老子能不冲动吗？既然有人敢嫌弃你妹妹，这不是明摆着想要与我们安乐侯府作对吗？爹，现在除了我们几个和五皇子之外，没人知道云溪是我的亲妹妹。哼，乖女儿，你告诉爹爹，到底是哪个混蛋敢不娶你？我突然有点手痒，怎么办？什么？希儿，别把人打死，打个半死不活倒也没关系。好。本姑娘是打你的左脸好呢，还是打右脸比较好？不能打脸，头可断血可流，本侯爷的脸不可毁。我爹的脸比他的命还要重要。你俩不愧是父子。哼，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是人之常情。我到底是哪里得罪你了？你骂我的意中人。爹爹是在为你打抱不平啊。你倒不如教我怎么追求我的意中人。你连他的意中人是谁都不清楚，就直接破口大骂，这不是活该被嫌弃吗？唉，没良心的家伙！你儿子的良心早就被狗给吃了。唉，我真是越来越堕落了，现在光是看着师傅的背影，都能沉迷于美色不可自拔。乖女儿，能不能告诉爹爹，你的那个意中人到底是谁？他长得肯定没有爹爹好看。你真是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在见到我师父之后，居然还认为我师父长得没你好看。你在说什么呢？爹爹是在问你的意中人，与你师父有什么？小妹喜欢玩师徒恋，身为大哥的我，自然是要支持的。你在瞎喊什么鬼？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其实你的意中人是荣王殿下。我要是知道的话，刚才肯定不会说出那种话来的。这下子死定了。哼，穆金月是知道的，但他没告诉你，这是他的问题，与我有什么关系？谁知道你们父子两个都是这么的不靠谱。臭小子，老子要掐死你！臭小子，你给老子站住！傻子才会站住！你这个傻子，赶紧给老子站住！唉，我什么时候才能睡到师傅呢？你俩的关系很好吗？在门口碰巧遇见而已。那你们还真是有缘分。你这是怎么了？为何摆出一副半死不活的丧气模样？最近好像没怎么欺负他呀，只不过是让他去捉了几次鱼而已。父皇有意要给我指婚，而对象便是北洋国的公主。娶公主不好吗？听闻北洋国来的那位公主容貌丑陋至极，而且脾气还特别的差，反正是男人见了都想吐，女人见了连嫉妒心也生不出来，而且身材还肥胖如猪。我不想娶她。当真有这么糟糕吗？你们都有亲眼见过那位公主吗？连见都没有见过一面，就说人家长得丑陋，说不定是造谣呢。如果是造谣的话，那北洋国的人为何不出来澄清？所以肯定是真的。反
反正北洋国的人都已经到奉天城来了，不如我们先偷偷的去看一下他们的那位公主，万一不是丑八怪呢？有道理。事不宜迟，我们赶紧行动起来吧。你急什么？想要去偷看北洋国的公主，肯定要先计划一下的。那就赶紧想计划呀。那咱们晚上相见。你怎么也穿成这样？你怎么也穿成这样？没想到我们还挺有默契的。小妹，你觉得哥哥现在眼里有没有无一种朦胧的美感？不瞒你说，其实我一直都觉得你的眼睛好像有点毛病。上天给了你一张漂亮的脸蛋儿，却没给你一双正常的眼睛，真是罪过呀！你都打听清楚那位公主住在哪里了吗？北洋国的人都住在金玉馆里，不过金玉馆的四周围都有北洋国的护卫在守着。你的轻功如何？虽然比不上你，但也没比五皇子差。那就是你们两个的轻功都一样的差。金玉馆的四周围都有来自北洋国的护卫，我们想要进去，只怕是不容易。你们两个还傻愣在那里干什么？赶紧过来啊！本宫这里不必你伺候了，你出去吧。虽然公主相貌普通，胸部也是平的，但至少不是丑陋到男人见了都想吐。现在的模样勉强能接受。为何我总是这么的倒霉？哪里来的小贼？我们赶紧走！你的武功是跟谁学的？当然是跟我师傅学。你师傅是谁？蠢货，能把我教的这么好的师傅，肯定是神仙啊！尔等凡人，不配提起无知师傅。老娘不陪你玩了。这位小祖宗打架的招式还真特别，荣王殿下就是如此教他的吗？两位小弟弟，快点跟姐姐跑啊！我是亲哥，还真是穷追不舍呢。好像不是刚才的那个狗吃皮。他们一直追着我们跑，怎么办？我觉得是你们拖累了我，如果只有我自己的话，早就回去了。你怎么了？我中毒了，力气。兄弟，你这时候可我会死人的！你带着他先跑，在苍兰庄等我。殿下，
我们不去追吗？你追得上？没想到苍兰国竟然还有这等高手。刚才那位女子使出来的武功倒也是罕见，她的内力很深厚，完全不像她这个年龄该有的。内力的事先不说，他们其中一人中了我们的暗器，想必是命不久矣。只可惜没有把他们的命全部留下来。这苍兰国倒是比本殿下想象中的更有趣。他应该还没有大碍吧？暂时还喘着气。师傅，见过荣王殿下。师傅，小疯子怎么样了？应该还能救回来吧。小姐，请回避一下。师傅放心，徒儿是绝对不会看其他男人的身体，就算要看，也只看师傅的。师傅，我叫云溪，师傅唯一的妻。师傅，徒儿嫉妒他们。哼，师傅偏心，师傅从来都没有喂过我吃东西。给你吃。师傅，我是一个人类啊！不是你让为师喂你吃东西的吗？你嫉妒那些鱼，难道不是因为为师给他们喂了鱼料？既然如此，那么为师也亲手给你喂一点鱼料吃。莫非你不愿意吃了？师傅，万一徒儿吃死了怎么办？你就再也见不到你可爱又孝顺的徒儿了。所以你不吃了是吗？师傅，你太会打击人了。为师也没见你真正被打击过。师傅，你的徒弟不自卑，也不懦弱，更是勇敢无畏。难道你不喜欢吗？如果你在练功的时候再勤劳一点，可能会更好。练功需要劳逸结合嘛。师傅，你今晚陪徒儿出去逛夜市好不好？不好。师傅，你从来都没有陪徒儿逛过夜市。为师对逛夜市没兴趣。师傅，你又怎么了？在你的心里，是徒儿重要，还是你的鱼儿更重要？反正你今天必须要选择一个。为师答应陪你去逛夜市便是了。小姑娘，你身边的这位公子长得真好看。我在奉天城卖糖画几十年了，从未见过像他这般浑身都透着仙气的俊俏公子。他是你的相公吗？不是，他是我的徒弟。果照如此。现在的师傅确实还只是师傅，不过等我们成亲后，师傅自然也会变成我的夫君。为师不。师傅不喜欢吃自己手中的糖画，那肯定是喜欢吃徒儿手中的糖画。你看徒儿多孝顺，都亲自喂你吃了。
师傅，你刚才是不是笑了？没有。师傅说谎。师傅，我叫云溪。师傅唯一的气。还是师傅的琴音更好听。师傅，我看见榕树了。见到他又怎样？我看到他就想要打他一顿。他得罪你了？他得罪了我那么一点点，不过我也是纯粹的看不惯他的虚伪样子。师傅会吹箫吗？会。肯定是师傅的箫声更好听。只可惜，师傅都不愿意教我弹琴。为师还不想死。没想到苍兰国居然还有这等人物，不但没有被皇妹的琴音迷惑住，甚至还压过了皇妹的魅力。殿下，若是让他见到公主的真容，只怕也会成为公主的裙下之臣。公主的美丽是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毒药，而天下男子皆好色，他们注定都是会爱上公主的。是吗？殿下，公主的美丽你是见到过的，应该要相信，在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一个男子能在公主中的面前把持住自己。师傅，你要是经常出来走动的话，说不定那什么10大美男榜都要被取消了。那些姑娘们在见过你之后，眼里肯定是再也看不到其他的男子。为师的这些东西没兴趣，但徒儿就是想要看师傅艳衣他们。师傅应该是不太喜欢吃这种甜腻腻的东西，但浪费食物是可耻的，那就让徒儿替师傅吃掉它吧。师傅应该不会介意吧？你都已经吃了，还问为师做什么？如果师傅介意的话，徒儿肯定会把糖画还给师傅的。只希望师傅不要嫌弃徒儿的口水。你慢慢吃，若是觉得不够的话，等回去之后，为师便让茂霜去给你买100斤回来。师傅，那个人好像还跟着我们。师傅，你不去处理掉那个家伙吗？没兴趣。万一那个人想要对师傅不利怎么办？他打不过我。不过若是有人强行闯入苍兰庄的话，守在暗处的人也会出去处理掉的。难怪师傅一直不在苍兰庄住，但苍兰庄却依旧完好无损。为师曾经跟你说过的，不过你好像没将为师的话记在脑子里。师傅说过那么多的话，我怎么可能每一句话都能记住？殿下，刚才的那一男一女，最后都进入了苍兰庄。苍兰庄？听闻苍兰庄是荣王的住处。传闻辈分比轩臾帝还要高的那位荣王。是的，前一段时间在轩臾帝举办的寿宴上，那位一直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荣王倒是现身了。这位荣王在苍岭国的势力如何？这位荣王好像从未参与过朝政之事，不过我倒是听闻过一件事，据说轩辕帝身上的毒便是荣王解的。倒真是会坏事。听闻荣王有一位女徒弟被宣明帝册封为安宁郡主，就在几天前，又有传闻说那位安宁郡主其实是安乐侯失踪多年的亲生女儿。她叫什么名字？好像是叫做云溪。
如果那位红衣女子是荣王的女徒弟，那么白衣男子便是，肯定是荣王的儿子，或者是荣王的孙子。不管是儿子还是孙子，反正我都要他去死。既然荣王敢破坏我的计划，那么我便让他的亲人死无葬身之地。不知殿下有什么计划？再过2天，我们不是要与苍兰国的人比试吗？可以趁机先废掉